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关注我的姐妹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拒绝进入消费陷阱里面的这样子一个博主哈，所以在我视频里面，你们是不会有这种买的冲动哈。可能 maybe 也有，毕竟我有介绍很多真正好用、实惠、好用、性价比高的这种产品哈。那今天的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逃离护肤品的消费陷阱。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或者是跟我周围的人有时候聊起来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消费习惯。我会以这种比如说你买到了什么又好用又便宜，别人不知道，但是我挑到，或者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使用很久，即使摆在那里的摆件也会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这种消费品才会打动我。除此之外呢，我在逛街的时候，说实话，很少有产品是可以一眼相中的，就是我很少，几乎没有被任何的产品就是一眼打动过。哪产品哪一点很吸引我，然后我去了解它，我去认识它，我主动的靠近它，观察它之后，我就有我需要消费的这个点的时候，我才会去购买它。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我这个时候我就不会考虑它的价格，我只会考虑它的价值。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消费理念的人，所以在我的生活当中，你很少能够找到烂品。实话实说，也就是我这些年当博主之后，那么很多是新的产品，我去尝试，买了很多烂品。如果有些东西可能我也不觉得好，但是我并没有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在这个上面。比如说买一个台灯或者什么东西，这个台灯对于我来讲只是一个台灯，这个颜色什么质量好，搭配我的这个桌子或者我的床就可以了哈，没有花太多的脑子在这个上面，我也不会去有这个一定要怎么着哈。那除此之外，如果我精挑细选出来的东西，在我这儿真的使用率巨高。相信世界这么大，角落里面总有和我一样的姐妹吧，对吧？总有和我这种爱好、兴趣一样的这样姐妹。那更不要说护肤品这个东西了。护肤品这个东西，就是在我的生活中来讲的话，你说它有那么重要，我不是属于那种特别钻这个东西的人，因为我觉得生活有无限的乐趣。就像我的视频中，那我也迫不及待的有时候希望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生活中的其他的乐趣。那买护肤品的时候，那如何避免进入这个陷阱？首先你要问一下自己，你会在什么情况下去购买护肤品？那么有的人，比如说我看完这个博主的视频，那么直接就点击哪一个有个链接或者怎么样就买了，就比如说直播上面就可以买了哈。或者有些人会比如说我去逛街的时候，那别的朋友买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他跟我推荐确实不错，或者是导购小姐说的确实不错，那我就买了。那么还有比如说我在朋友家使用了确实不错我先用过之后我再去买了。那还有比如说你看了我的视频之后我一遍又一遍的去推荐，然后你觉得这个好像真的不错，不然的话不会这么多博主一遍又一次推荐。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在小红书上一刷，哇塞，刚看完这个产品好，夸，甚至恨不得每一个人都在同时去报这个产品好哈，这个时候你下单了。所以说你要去先问一下自己会在什么情况下购买这个护肤品我的经验是，我需要的时候就是我需要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被任何人的去洗脑说这个东西有多好我要去买，我就是要我需要的时候。无所谓护肤品还是彩妆用品都是这样。做博主你要去尝试新产品，你要有话题有内容去更新的话，那没办法对吧？你就是明知道是个陷阱，你也得往里面趟。所以说在日常情况下，如果我要去买护肤品的话，首先是我需要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你的目标，也就是你的目的，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去买这个产品。比如说我需要有口红，因为我想化妆，我想有比如说哪个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所以目的性要排在第二不要说我本身是漫无目的的去逛街，这个情况下大概率是会踩到陷阱里面去的第三点呢，就是我的经验是买大品牌，这个大品牌
包括贵的和不贵的哈，大品牌，我的意思就是说它面向的群众特别的广。护肤品这个东西，你说它不是药，但是呢，我们人人都要求它有疗效，所以总体来讲，它还是需要有安全性的。在所有的作用中哈，安全才是第一位。所以说你在大品牌的，它面向的消费者也多。如果这个产品它出现问题了，它不仅仅在你脸上出现问题，它的整个的反馈的几率也会很大。出于安全性，所以尽可能的去选择大品牌。我这里面不是说小品牌、新生品牌不好，不给他们机会，不是这样子。那么出于我们不进陷阱的这个状态下，那在我们去需要一个产品的话，第一个要考虑的是面向这个群体更广阔的这样子的品牌产品。第4点是去哪儿买，这个我觉得现在网络时代去哪儿买护肤品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太多了鱼目混珠这种事情，所以尽可能的往脸上擦的这种东西，本身用的也不多，每天就那么一丁点儿，一瓶50多克，恨不得用2、3月哈，所以这种东西我们一次性买，我们就到可信的这种商店或者是网络平台中去购买，尽可能的减少代购的产生包括我自己，有些姐妹让我买，那真的是凭着信任，那可能真的是太信任我了，尽可能的在本地商场或者大的经销商手里去购买。第5，不要买成套。不要成套的买。那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的人他们都很喜欢成套用护肤品，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概念真的是就是洗脑那个概念对他们是根深蒂固怎么改都改不了。一个系列的产品，往往它主打的是一个成分，洗面奶里面它都有添这个成分，精华里面还是浓缩了这个成分，接下来的什么乳液、面霜里面更不用说，只是质地不同，主打成分都一致。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本身就比较关注这个话题的人，又希望去减少不必要的开支那就不要去成套的购买护肤品。如果你日积月累的形成一个习惯之后呢，你几乎是不可能在护肤品这个领域里面再去踩坑了。接下来分享的就是一些小重点小 tips。如果你想买一样产品，你最好是定位一个目标，就比如说我今天要买一个保湿的，那你就不要祈求这个保湿的里面既有保湿又有抗老还有修复的功效。如果我想买一个美白的，你就不要祈求这个美白的既有美白又有抗老又有紧致的这种功效。这所有的这种综合性的产品尽可能的减少。那么第2点就是时刻关注成分，了解成分。人是会改变的，世界会改变的。今天我说这个成分好，明天这个成分可能就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对，所以说人是会变的。你要多关注这方面的话题，不需要你花多大的精力，那只是说在我们购物之前，我们去关注一下这些东西了解这个护肤品成分。那你再去购物的时候呢，那你的目标性就会更明确一些。接下来呢，那第3个就是呢，当你去了解所有的这个成分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综合型的去运用已有护肤品的这些成分你知道这个搭配什么，1+1大于2，那个搭配这个就不行。手上有的这些产品，你就可以玩转它了你就可以高效的去利用它了所以你综合型明白护肤品的功效，也是可以减少你在护肤品上的这些开支的。第4点呢，就是减少关注护肤型博主。互联网上乱七八糟太多了不是说随便张口一来这个人家说啥他说啥这种博主就不用关注了，还有说啥都是好的这种博主也不用关注了人是需要有辩证思维的，没有任何东西好到极致。如果一个博主天天都在说这个产品也好那个产品也好，每个产品都很好那你就不需要关注，尽可能的减少无效的护肤博主。我真的是有一说一这个东西很痛但是确实是这样子。如果你关注了多了，你每天打开手机都是这种信息，姐妹真的你的钱包就是这样子贬下去的好吗？而且你的脸也不会好，因为护肤这件事情本身是很简单的，它肯定不是属于钱花的越多效果越好的事情，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智慧的。这第5个就是有纠错的能力。我出现一个皮肤出现一个什么状况的时候，我知道大概心里清楚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能力的培养也是建立在你长期对护肤品和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了解，包括对成分相互使用的一个把控，所以你要具有纠错的能力。第6个呢，是要有一个自己可以放心购买的店。大家在长期的这种护肤的这种过程中，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样的消费过程中精选购物渠道，不要轻易的去改变。所以
安全还是第一保证哈。最后一个就是日常护理到位，就是所有的东西不是说一夜就能看到效果的，所有的护肤都是一个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的这样功效的叠加，并不是说别人有效果你就有效果，你可以借鉴别人的方式方法，但是不要照抄，还是要先去了解自己。其实说来说去又跟前面这一条，又跟前面了解护肤品成分，这个还是最主要的。你了解这成分是怎么用，你知道这个护肤品在皮肤的这样子的一个功效，你知道你的皮肤的整体状况，你才能去做到日常护理的准确性。接下来就是不要做的事情，第一点就是拒绝三无产品和不知名品牌。现在网络这个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哈，有很多新兴的国产品牌，或者是全世界都有很多新兴的品牌。那么我不建议和我一样的姐妹们哈去使用这种新兴的品牌。为什么？我们是一个很扎实的，我们是要看到效果的，我们是很乐于在皮肤越来越好或者产生变化这个过程中的，我们是很 enjoy 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的人。所以我不建议大家是大起跳，你知道吗？一会儿特好，一会儿特差。所以尽可能的避免不知名和三无产品。第二点，尽可能的去避免过度包装的东西。过度包装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如果一个品牌的创始人，他从他的初心，就是自己已经非常了解自己的产品，他希望他的产品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如果他的初心在此，他就不会过度的去包装，因为他有什么？他有足够的自信。任何的一个创造者、发明家或者是艺术家，就是所有有创造欲望或者是有创造精神的人，他们都会对自己的产品非常的自信。这个自信如果再加上他的真诚，他就不可能去接受自己的产品被过度包装。举个例子，比如说 The Ordinary 当时那个产品，就是他当时的那个创始人，他就是简单有效，所以你看他的产品包装非常简单。我一看这个瓶，哇塞，这个瓶这么重哈，里面的东西没多重，这一个眼霜，这瓶压手，这玩意儿就不会买。第三个就是这个一个瓶里面恨不得从清洁、抗痘，又到美白，到抗老，到紧致，什么东西去盐到修复，一瓶里面啥都管的，这种不要买。还有一个就是美容院的产品不要买。美容院产品不一样，美容院不是没有好的东西啊，但是很难分辨，很容易洗脑。你买一个产品，你就会买它一套产品，你买完之后，他下次你去，他还问你功效怎么样，快用完了，他还会给你马上续上。所以美容院产品就不要买。咱们就把这个钱用在刀刃上。你去美容院去做过，享受一下哈，那你就把它这个钱用在享受上面。他们的护肤，尤其是拿回家护肤这个东西不要买这个锁得死死的。最后一个，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哈，就是在小红书或者在网上哗1个星期2个月之内哈，这哗就像爆炸式的营销满天下这种产品哈，不要买。咱让子弹飞一下好吗？这个时候全部都是这种营销砸的，因为你越看越心动，你知道吗？这很多女孩她买东西，她不是她需求，她就是心动，她就是经不起别人说这个东西多好，你知道吗？真好假好，你看着视频，你说我好就好，大灯一打，谁的脸都可好。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但这个你就压自己，先把这个热情给火先压下来哈，能不出手就不出手。总而言之哈，护肤这件事儿呢，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活态度，或者是从生活态度慢慢的变成我们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小爱好。那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需要去追求攀比哈。皮肤这件事儿，咱们都活到这么大年龄了，咱们不知道吗？你永远也无法跟别人去对比，你只能去超越自己，或者是尽可能的维护自己。我觉得你说抗老，更好的去理解应该是维护自己整个的这个状态，让自己开心的去经历衰老。谁能真正的抵抗？只是说这个心态和整个人的这个状态的问题。在护肤这个过程中，大家不要认为我这个钱花出去了，我要跟他去对比，死磕硬撑哈，没有必要还是要享受中间给我们带来这个乐趣。那么这个乐趣哈，它也可以激发我们身体的荷尔蒙，让我们皮肤变得更好。每天天天看那个揪心或者是看这个心烦哈，这些都是不必要的。你就真正的 enjoy 在你这个护肤的乐趣当中。你看我的小视频，心里一开心，
哎，你的皮肤状态，你荷尔蒙一滋生，你的皮肤状态自然也就变好了。美容院到底有必要吗？算是陷阱吗？我认为美容院不算陷阱，就像咖啡在家也可以喝，为什么咱们也喜欢几个姐妹们坐在一起去咖啡厅哈？所以它是一种生活的一个小调节。那么美容院有一些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在家里去做的，比如说一些光电呐，比如说一些小项目哈。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去调节你生活，然后同时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美，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美容院理智消费我认为不是陷阱。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也就是我自己能想到的，可以尽可能的在护肤这件事上避雷哈，减少消费陷阱的这些小招数哈。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能帮得上你的话，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关注。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